你敢信吗？在被美伊联军按在地上连续高强度摩擦了40天之后，那个看似满是漏洞、门户洞开的伊朗防空网，竟然硬生生在满地废墟中抠出了一场惊天逆袭。就在21号，国际防务媒体与台湾中时新闻网同时爆出了一条震撼全球的重磅消息。消息显示，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内部绝密战损评估报告中，这短短40天的高强度对决中，美军在中东实战折损的飞行器总数居然达到了整整42架，而且全是美军的现役主力。清单里包括4架 F-15E、1架 A-10攻击机、2架负责特种渗透与敌后运补的 MC-130J 运输机、1架负责战场搜救的 HH-60W 搜救直升机，以及整整24架 MQ-9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和1架翼展比客机还大的 MQ-4C 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甚至伊朗人还把黑手伸向了美军空中大体系，赖以生存的超级奶妈和天空中枢及整整7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在航线上被定点敲掉，1架负责全域指挥控制顶着大圆盘的 E-3 哨兵大型空中预警机当场陨落。而最让五角大楼面子挂不住，则是1架被捧上神坛的第5代隐形战机神话 F-35A， 居然在3月19日执行战斗任务时，在众目睽睽之下遭遇鹰头痛击，最后是带着满身弹片与伤痕，极度狼狈地迫降回了中东美军基地。美国国会自己扒拉了一下算盘，发现这42架飞机的直接物理造价就已经轻松飙过了26亿美元，折合成台币那是整整820亿的巨额真金白银，直接在波斯湾上空化成了烟花。看到这个结果，很多人一定会满脑子问号，这怎么可能？开战头几天，美伊联军不是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降维打击，把伊朗炸成了筛子吗？怎么到了最后几天，美军反而开始大面积吐血了？对此，国防专家兼知名评论员马林斯解释称，美军这波是输在了太好预测上。大家仔细看国会的报告，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规律，虽然无人机在40天里陆陆续续都在掉，但美军高端有人驾驶战机的大面积折损居然全部集中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也就是说，伊朗挨打出经验了。战争前3周，美军用尖端科技把伊朗按在地上摩擦，但到了第5周，死里逃生的德黑兰彻底摸清了美军飞行员的行为习惯，标准进出点、作战高度、空中加油的时间表，甚至随行电子战机的电子干扰跳频规律，全被伊朗人计算并解算得了如指掌。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伊朗人后期进化的这么猛，为什么在2026年2月28日开战的第一天，哈梅内伊和他的最高军政高层会被美伊联军像割草一样精准清除呢？那个号称引进了大量俄制与中制高端武器的伊朗防空网，在战争初期究竟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彻底垮掉的？要弄明白伊朗防空网在初期为什么形同虚设，我们就必须把时间拨回到2026年2月28日的那个末日黎明。当日上午9点40分，美伊联军集结了上百架隐形战机与强大的电战机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全面空袭。由于美中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长期恐怖的情报渗透，美伊联军精准掌握了伊朗最高决策层的开会时机，远程高精准弹药同步砸下，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长、情报首长在内的高层几乎被一锅端，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据信在打击中身亡。这时候或许有人疑问，伊朗人明明在2025年经历了12日战争的惨痛教训后，拼了命转向寻求军事奥援，他们手里不仅放着俄罗斯进口的现役战略骨干 S-300 PMU-2 远程防空系统，还紧急从外面陆续引进了大量强调野战机动防空的 HQ-16 和 HQ-17AE 防空飞弹系统，再加上他们自己逆向工程，号称性能超越俄制 S-400 的国产蒸汽弹巴瓦尔373和猎人系列，这套远中近程搭配、高低空衔接的防空火力网，在纸面参数上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阵的。然而，现代多域联合作战的血淋淋事实告诉我们，任何缺乏核心系统整合能力、强行拼凑出来的万国牌防空大杂烩，平时在阅兵式上看着壮观，打起仗来就是一场系统性的灾难。首先是后勤方面，伊朗的防空网是由俄制 S-200 和 S-300、外来技术的塞亚德1、逆向美制标准1型的塞亚德2以及本土的巴沃373强行拼凑起来的。而武器系统的效能从不取决于单一参数，而是取决于整体的兼容性。所以伊朗军队最绝境的窘境在于，俄制装备的预警雷达与外来引进的视控中心本土的发射架之间根本缺乏统一的数位数据链标准。当美军隐形战机掠过时，
一处雷达虽然截获了轨迹，但由于系统语言不通，它根本无法将射控级的高精度数据实时无缝地交接给旁边另一个系统的飞弹发射阵地。这种各自为战的孤岛效应，让系统的延迟被拉长了几秒钟。面对稍纵即逝的5代隐身机，这几秒钟就决定了生死。更荒谬的还有硬件发射载台的壁垒。12日战争后，伊朗弹药库大量消耗，到了2026年2月的实战中，操作员发现残存的 S-300发射车完好无损，但专属拦截弹打光了，而旁边堆满了4亚的飞弹，却因电子接口和尺寸完全不对，根本塞不进 S-300的发射管。有枪无弹，有弹无枪，看似庞大的火网，实际上全是无法相互填补的巨大防御漏洞。其次，伊朗防空在电子科技领域存在几年的技术代差，在现代电战面前完全就是古董。据悉，美伊联军在2月28日派出了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挂载了 RTX 公司代表全球半导体巅峰，首度投入实战的 AN/ALQ249 下一代氮化镓干扰夹舱。以色列空军则同步寄出了 Rafael 公司的天盾与 IAI 的 Scorpius SP 护航干扰系统，里面全部整合了最新的认知人工系统。这些变态的装备能实时解算并精准压制伊朗的 S-300雷达的跳频模式，伊朗防空兵被迫陷入了现代电子战中最绝望的战术两难，即如果保持电磁辐射管制雷达静默，阵地能活，但只能坐使身后的首都高层被精准炸死；而如果憋不住开启烧穿模式，强行催高功率，美军挂载的最新型 AGM-88G 飞弹就会顺着信号源以超音速瞬间摸过来，把整个雷达车连同操作员进行物理度化，使防空连瞬间盲化。随后，伊朗引进的中至低频雷达在实战中表现并不突出。战前，伊朗高调引进了中国制造的 YLC-8B 第4代机动式反逆踪雷达，宣称其特高频、甚高频设计能轻松穿透逆踪涂层，被媒体赋予了逆踪杀手的厚望。但实战打破了单靠单一装备就能反制5代机的幻想。就雷达物理学而言， YLC-8B 这类低频雷达确实能在远距离发现逆踪目标的微弱轮廓，但受限于波束过宽、先天方位分辨率极低的物理极限，它仅能提供概略的早期预警，绝对无法生成可以用来引导飞弹进行闭环接战的射控级精确轨迹。所以，当美以联军发动复合性电子干扰时，荧幕上充斥着大量模糊讯号与虚假鬼影时，伊朗因缺乏接力的现代化 X 波段高分辨率射控雷达和无缝数据链，导致完整的武器杀伤链在预警阶段就彻底断裂。这跟之前委内瑞拉部署同为中置 GY-27 雷达在美军绝对信心行动中失效的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当最核心的萨尔安拉防空指挥总部被第一波点穴摧毁后，全伊朗的防空连彻底沦为孤岛，被迫降级为毫无章法的自由开火模式，即基层操作员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把大箱价值连城的拦截弹疯狂发射给了美军大量释放的 ADM-160 微型空射诱饵。结果，美军真正的隐形机主力还没发力，伊朗的防空弹药库就已经被低成本的假目标给彻底骗光耗尽了。可如果这场战争的结局仅仅到此为止，那它也算不上改写未来战争规则的经典案例。真正让五角大楼汗流浃背的是，这群伊朗防空兵在常规要地防空被彻底洗平之后，竟然在废墟里掏出了一种长得像窜天猴一样的另类边缘武器，开始了他们在战争中后期的疯狂反咬。报道称，到了战争的第5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彻底放弃了跟美军拼雷达功率、拼电站算法的传统建军路线，因为他们看清了自己的软肋。如果继续按照美军设定的规则玩高科技空战，自己再练100年也是炮灰。既然常规飞弹保不住，那不如化整为零，利用大批独立作战能力强、机动性极高的防空巡飞弹，去把美军的制空权彻底搅浑。这是伊朗防空兵将无人机技术与飞弹技术融合发展的全新概念产物，也是凭借这款武器，伊朗人硬生生打出了击落击伤美军42架军机的逆天战果。截至3月30日，伊朗依赖弹道飞弹与自杀无人机向美军基地发动了87波反击，而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反击发射车不被美军长期带空的无人机猎杀，伊朗寄出了3款专打敌方空中节点的空中毒针。第一款也是战功最显赫的主角，叫做358型防空巡飞弹。这东西长约 2.74 米，弹体呈细长的圆柱形，长得极其简陋，甚至有点像个大号的窜天猴。它的发动机根本不是什么高端的火箭燃料，而是一台在国际民用电商平台上花几千美元就能随便买到的消费级航模专用小型涡轮喷射发动机。
起飞时靠一个钢条焊接的简易架子，用固体火箭助推器一推，随后抛掉助推器，靠航模涡喷以 0.8 马赫的慢速在空中慢吞吞地飞。刚看到这款武器时，我差点笑出声，这玩意儿连音速都达不到，凭什么打美军的主力战机？但后来发现，这才是伊朗人最高明的地方。他的作战逻辑是不对称的巡夜待机，他不主动发射雷达波，他全身上下唯一的眼睛是全被动的红外热成像导引头，或者透过微波数据链进行人在回路的人工视觉遥控。美军 EA-18G 的氮化镓干扰夹舱，就算功率再大，也不可能去干扰一个根本不接收雷达信号的红外摄像头。358型巡飞弹就这样关闭所有电磁辐射，在卡车或皮卡的运载下随便发射，在空中以极低的油耗巡飞待机超过100公里。它就像一条挂在树枝上的毒蛇，专门死蹲美军那些时速同样只有200-300公里、机动能力极差但威胁巨大的 MQ-9 死神无人机。从2023年到2024年，也门胡塞武装就用这招敲掉了11架 MQ-9。而在这次大战中，伊朗故技重施，用这根极低成本的毒针，硬生生扎下来24架身价2000万美军的死神。第二款则是伊朗在2025年1月全新推出，专抓美军空中体系大奶妈的359型远程防空巡飞弹。359型的尺寸更大，飞行高度直接突破了9000米，最恐怖的是其速度飙到了1000公里每小时，射程超过150公里。伊朗人研制这款武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定点围猎美军的 E3预警机和 KC-135 空中加油机。美军的战机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体力与燃料都达到了极限，必须在固定航线上进行空中加油，而359型巡飞弹就在加油点附近冰冷的徘徊。3月19日，那架折损的 F-35A 就是在战机燃料即将见底，准备切入空中加油航线的最脆弱瞬间，在机载防御系统完全没有收到常规雷达锁定警报的情况下，遭遇了隐蔽巡飞的359型巡飞弹的红外近炸伏击。虽然 F-35A 靠着极致的机身结构强度强行飞回基地，但这历史性的一炮直接让全球19个采购了 F-35的国家集体惊出了一身冷汗。最后第三款是今年2月才在伟大先知19军演中首次亮相，专打美军低空渗透的卡伊姆118防空巡飞弹。这款巡飞弹的外形与美军自己用来拦截无人机的胶囊非常相似，它采用圆柱形弹体，大展弦比矩形舵面，射程25公里，同样采用光学导引。伊朗人把5连装的发射筒直接安装在高机动皮卡车上，平时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民房或山洞里。3月23日，美军首度投入实战的卢卡斯自杀无人机试图突袭班达尔阿巴斯港，结果在低空被伊朗海军用卡伊姆118一拳揍了下来。这就是伊朗人用满地残骸和26亿美军的巨额学费为全世界砸出来的非对称实战奇迹。当你的大体系被强权摧毁之后，这种高隐蔽性、低成本、人在回路控制的防空巡飞弹，就是弥补传统飞弹局限或是强权大面积放血的最后底牌。面对自杀无人机和巡飞弹这种30多万台币一个的无赖武器，如果防守方被迫每次都去使用一枚造价超过200万美元，折合台币6000多万的爱国者常规导弹去硬顶，这种费效比在经济上是绝对无法持续的。如果是你面对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长空毒针，你会用什么战术去破解？而同样天天面临着强大饱和打击威胁，同样在走武器防空国产化路线的台湾又是怎么做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